咩話？你出嚟做咗咁耐嘢，連個7萬蚊都儲唔到，你邊有地方使錢嘅啫？你平時食又 cheap，着又 cheap，成身都 cheap，我都唔明你啲理財能力點解咁差嘅。很多人都以为财富差距来自收入差距，有的人一年赚10万，有的人一年赚100万，所以他们觉得只要收入提高了，财富自然就会来。但如果你真的去看数据，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很多收入很高的人并没有真正积累起资产。根据 Goldman Sachs 的研究，年薪30到50万的家庭有40%仍然月光。你没有听错，即使你年薪50万，仍然可能过着存不下钱、生活被推着跑的日子。反而有一些人收入并没有那么夸张，却一步步进入了高净值阶层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其实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你每个月能够剩下的那一部分钱最终都去了哪里。大多数人没有管理收入，他们也没有真正的管理投资，他们真正忽略的其实是剩余现金流。而今天这期视频我们要讲的就是净资产在前1%的人是怎么把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部分现金流变成一整个财富系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博士，欢迎回来。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，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，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。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。首先，请记住一个秘密公式：收入减去支出等于现金流。这个公式涉及你的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，也就是现金流。如果你有正现金流，这意味着你有剩余的钱；如果你有负现金流，那么你就会陷入债务。富人所做的一切都归结为这个公式，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收入、支出和现金流。我们把家庭收入这件事情简单分成3层。第一层是生存层，属于必须支出，也就是让生活能够正常运转的部分，比如房租、食物、交通、保险等等。第二层是生活方式层，这部分不是必须的，但它决定了你的生活体验，比如旅游、餐厅、品牌、消费升级等等。前2层加起来就是你的支出，而第3层是最关键的一层，未来层。这一层的钱不是用来生活的，而是用来构建资产的，包括应急基金、投资、股票、房产，甚至是 business。 大多数人其实只活在前2层，但真正的差距是从第3层开始的。如果我们把这3层放到不同家庭身上来看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差别。普通家庭会不断地抬高基本线，本来只是需要一个房子，但慢慢变成更好的学区、更大的空间。生活方式这一层也很容易持续扩张，收入一增加，生活就同步升级。最后的结果是，第3层未来资本层往往剩不下来，而顶层1%的家庭恰恰相反，他们会刻意地控制前2层，不是不消费，而是让这些支出始终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。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把一部分钱留给第3层。如果我们用一个大致比例来看，你会看到一个很直观的对比。普通家庭60%到80%的收入用在了第1层的基本生活上，20%到40%用在了第2层生活方式上，真正留给未来的往往只有0%到10%。而高净值的家庭结构是完全不同的，他们会把第1层的基本生活控制在40%到60%，第2层的生活方式也在一个范围内，但最关键的是，他们会稳定的保留20%到40%以上用在第3层的未来资本层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收入不低，但资产始终涨不起来，因为他们没有稳定的第3层，那积累和增长财富就无从谈起。但即便你有了稳定的第3层，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。未来资本层内部其实也有结构，第一部分是安全资金，比如紧急预备金，用来抵御风险。我认识的每一个富人都至少有3到6个月开销的紧急预备金，
有的人甚至有超过2年的紧急预备金。假设你已经通过追踪你的支出，准确知道你每个月需要花多少钱来生活，现在只需要将这个数额的3到6倍存成现金，这就成了你的紧急预备金。Fortune 在2023年发布了一篇文章，根据 Bankrate 的一项研究，在美国有68%的人担心，如果失去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，他们将无法支付1个月的生活费用。当紧急情况发生时，57%的成年人目前无法承担$1000的紧急费用支出，这是非常夸张的。当你有了一个紧急预备金的时候，如果出现某种$1000的紧急情况，你永远不会处于无法支付租金、无法吃饭、无法购买你绝对需要的必需品的境地。你也不必通过高利息的信用卡贷款等等方式来渡过难关，因为那最终会让你花费更多的钱。相信我，很遗憾的是，总有事情会发生，可能是某种医疗紧急情况，你可能会失去工作，可能会失去客户，生意可能突然下滑，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，这会让我们当时的收入受限，或是立刻需要计划之外的花费。第二个部分是市场资金，也就是股票、ETF、退休账户，参与整个经济的增长。第三部分是机会资金，这也是很多人忽略的一层，包括投资房、创业、business、股权机会等等。大多数人只做到了第二层，但真正改变财富轨迹的往往是第三层 opportunity capital。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很多人问我应该投资股票还是买房还是创业，但是在那之前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你有没有稳定的第三层未来资本层的积累，用于创造更多的财富。对了，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。当你有了第三层未来资本层之后，真正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了这部分钱最终流向了哪里。如果这部分钱全部流向了生活方式，比如更好的房子、更好的车、更高的消费，短期来看你的生活体验会更好，但长期来看资产其实涨得很慢。如果它流向了退休账户或者指数基金，你会得到的是稳定的金融资产积累；如果它流向了投资房，你会开始拥有带杠杆的非金融资产；如果它流向了 business 或者 equity， 那你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，非线性增长。而真正接近高净值家庭的路径是最后一种情况，这三者同时存在。所以你的人生并不是由收入决定的，而是由你的剩余现金流最终流向哪里决定的。但问题是，如果这件事情这么简单，为什么大多数人做不到？你会发现问题其实非常现实。第一，把想要变成需要，住房、教育、消费不断升级。第二，基本线被抬得太高，所谓基本开支已经不再是基本。第三，没有追踪系统，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钱最后花到哪里去了。如果你还不知道，从现在开始追踪你的支出，减少不必要的开销，并制定预算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只做这一件事情，就可以跳过视频的其余部分，但做了这个，相信我，你将领先其他99%的人，因为几乎没有人这么做。如果你正在看这个视频，正在为钱苦恼，还没有开始做这个，你绝对需要考虑这一步，几乎就像你的财务检查引擎灯，追踪你的支出将告诉你哪里出了问题，然后你怎样能够修复它。大多数人完全忽视了这个财务检查引擎灯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，花在了什么上面。他们所知道的就是他们银行账户里有某些数量的钱，那就是他们能负担的。当账户余额低的时候，他们开始削减开支，一直等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他们的账户余额开始上升，他们就开始再次消费。可是富人并不是这样管理他们的钱的，所以我推荐首先跟踪你接下来60天的所有收入和支出。第四，没有给 future capital 优先级，本来想着剩多少就投资多少，
结果就是永远剩不下。很多人其实听过一个很经典的理财原则，在 Rich Dad Poor Dad 里边，作者罗伯特清崎说过一句话：先付给自己。但大多数人没有理解这句话，现实中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先付给自己，他们的顺序是先付房租、房贷，再付生活，再付消费升级，最后如果还有剩下的才考虑存一点、投一点。这其实不是先付给自己，这是如果还有钱再付给自己。而真正顶层1%的做法是反过来的，他们会先把一部分钱直接划入 future capital， 也就是投资账户、机会资金、资产积累，然后才去决定剩下的钱该怎么生活。他们不是更会投资，他们只是把未来财富增长放在了优先级。第五，没有 opportunity bucket。当机会出现的时候，你没有子弹，而巴菲特总会在账户留有充足的现金，来耐心的等待投资机会。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，从结果上来看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资产结构变化。根据美联储 SCF 的数据，普通家庭资产主要集中在自住房，股票很少，企业股权几乎没有。而随着财富阶层的上升，股票、投资房、企业股权开始逐渐出现，而到了前1%，情况完全不一样。房子不再是资产的核心，真正的核心资产变成了股票加投资资产加 business equity。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些资产，而是长期保住了第三层现金流。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资产简单分成几种引擎。自住房稳定，但不是核心增长引擎。退休账户税收优惠，长期积累。股票和基金参与整个经济的增长。投资房是杠杆加现金流加抗通胀加折旧。而企业股权是最特殊的一种，它的特点是非线性，但同时它的门槛也最高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多人问我该买股票还是买房还是创业？但在那之前，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，你的每个月的现金流中有没有一块真正属于未来的钱？如何像顶尖的1%一样去管理你的钱？一切都可以回到最初那个收入减去支出等于现金流的公式上。你的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这一点，因为如果没有第三层的未来资本层，后面的所有选择其实都不存在。普通人把钱花在现在，前1%的人也活在现在，但他们始终给未来留下一部分资本。这部分资本你可能觉得每个月没有多少，但是正是这些小钱撬动了大财富，最后变成了股票、房产、企业股权，也变成了他们后来的人生选择权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，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。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